拼多多 Q1 财报，营收增速触及3年低点，利润近乎腰斩，出海之路蒙阴。华尔街日报报道，拼多多近期发布的2025年第一季度财报表现令人担忧。财报显示，公司营收增速创下近3年来的新低，而净利润更是遭遇了近乎腰斩的窘境。这无疑给市场敲响了警钟，也引发了对拼多多未来发展，尤其是其海外扩张战略的深度思考。具体来看，拼多多第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仅为 10%， 达到人民币 956.7 亿元，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1044.1 亿元。这一增速不仅是自2022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点，更凸显出公司营收增长的乏力。更为严峻的是，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 47%， 仅为人民币 147.4 亿元，与 FactSet 此前预期的 261.25 亿元形成巨大落差。利润大幅下滑的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叠加。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关税壁垒对拼多多业务构成了实质性威胁，这无疑加剧了其在国际市场运营的复杂性和成本。同时，为了维持商家活跃度并提升用户体验，拼多多可能增加了对商家的支持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公司的利润空间。我的观点，拼多多这份财报无疑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拐点。营收增速的放缓和利润的腰斩，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变化，更是其深层问题的一次集中暴露。首先，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增长动力减弱。拼多多在国内电商市场的渗透率已经非常高，用户增长红利逐渐消失，存量竞争日益激烈。在这种背景下，单纯依靠低价策略很难再维持高速增长，公司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例如向高附加值商品和品牌消费转型，或者深挖下沉市场的消费升级需求。其次，海外扩张之路面临严峻挑战。拼报特别指出，业绩弱于预期之际，公司正面临着扩大旗下天幕平台这一全球性计划遭遇重大挫折的局面。这表明 Temu 在海外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正面临着来自关税、贸易摩擦、消费者习惯差异以及本地化运营等方面的巨大阻力。烧钱换市场的策略在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时，其可持续性受到严峻考验。此前有报道称，Temu 在美国等地的营销投入巨大，但若未能有效转化为利润，将对公司整体业绩造成更大压力。第三，合规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关税壁垒的影响提醒我们，企业的全球化发展绝非一帆风顺，合规性、贸易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等因素都将对企业利润产生直接影响。拼多多在追求规模和速度的同时，需要更加重视合规风险管理，建立更具韧性的全球供应链，并投入更多资源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从长远来看，拼多多需要重新审视其核心竞争力，仅仅依靠价格优势和营销策略，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领先。公司需要提升自身在供应链管理、技术创新、用户体验以及品牌建设方面的能力，打造更具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未来，拼多多能否成功破局，关键在于其能否有效应对国内外市场的双重挑战，并在保持成本优势的同时，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这不仅是对其管理团队智慧的考验，更是对其商业模式韧性的终极检验。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